试了一宿，毫无进展。大人，要不咱们找别人试试？我们把这个卷轴偷出来，已是冒了天大的风险，怎能透露给旁人？肯定有人既有办法，又不给揭发大人。属下就是随便说说，大人不必放在心上。不可。大人，属下按照您的吩咐去大理寺打听了案情进展。如何？长得一样，真巧。这片金叶子很可能是马连杀害陈子商的时候不慎掉落的。这就是你说的关键线索啊！一定是你弄错了。陈子商死亡是在亥时之后，可马连自戌时初起，整晚都在半月楼，他哪有时间去杀人呢？大人如何肯定陈子商是死于亥时之后的？验尸结果恐怕没那么准确吧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2更天的时候，陈子商的邻居还看到了他，这不就说明陈子商肯定是在亥时后才死亡的吗？那马连自戌时起就一直在半月楼，这又怎么证明啊？很多人看到了他呀，整晚陪着他的结香姑娘，也能作证。马连科考前竟去半月楼听曲作乐。属下也觉着古怪，可更古怪的是，原本那晚吏部员外郎程板要马连赴宴一叙，但马连竟临时省约了。这科考后进士的任命调遣均由吏部掌管，马连从前便时常想与本官疏通，这眼下大好的机会他不抓紧，竟去半月楼听曲。那依大人看，或去听曲只是掩人耳目，真正的目的是去交易尸体。准备一下，去一趟半月楼。这是马连和结香的口供，都对得上。还有小二，接待马连的小二，和几个跟马连喝酒的客人，都能为他作证。这么多人证，总不会有假吧？这些酒客们说，马连不但花钱请他们喝酒，还打赏了小二许多银两，是仗义豪爽、体恤下人之人。可是那天在公园外，我分明见他随意喝马家仆，态度十分蛮横。废物，赶紧把他叫来！是。您不觉得反差太大，十分可疑吗？你是一厢情愿、先入为主的认定马连是凶犯，就处处怀疑人家。陈子商之死，跟马连半点关系都没有。凶手本官都已经找到了，即日便能结案。是谁？一个惯偷，那夜潜入陈子商家中，本欲行窃，不料却被陈子商撞个正着。此人情急之下，抄起手边的压缸石，砸进陈子商的后脑，而后担心罪行暴露，又设法掩盖。这部分倒是跟你猜测的一致。那凶手在何处？大人能不能让我审一审？遗憾了，凶手听说陈子商之死，连太后都惊动了，惶恐不已呀。
以畏罪自缢。本官找到的也只不过是一纸公书啊，还有仵作的验尸报告，你自己看看吧。可陈子商的手稿明明和马连答卷一模一样，是二人联手舞弊的证据啊！哎呀，什么舞弊呀？马连都说了，考前他确实押了几道题，提前准备了几篇文章，可能这一篇呢，那是偶然被陈子商发现了，就抄去了。这不，镜湖先生的预言一出，他就卷铺盖想打道回府了。他心中有鬼呀，对得上，都对得上。他这么说，您就信了？张平啊，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差错一次也不稀奇。再说，你先前查凤凰头，我们大理寺上了下了都没捞着好，这回啊，那太后又盯着呢，本官实在是不敢让你插手了。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，我送了啊。吉祥姑娘，本官便开门见山了。科考前日，马连是何时来的半月楼？期间有没有见过什么人？马公子大约是戌时出道的，除了奴家，便没有见过什么人了。哦，对了，刚来的时候，与几位酒客喝了2杯，然后便一直待在奴家的房中，不曾离开。那些酒客都有谁？姑娘可认得出？都是半月楼的常客，几位富家公子，楼里的姐妹都认识。那他们其中有没有人送过什么东西，比如文章或者手稿？没有。那他可曾带了书箱？中间有没有拿什么手稿配送？也没有。他说他温不进书了，空着手来的。就连书箱也是第2日去考场之时，由家仆匆匆送过来的。大人，吉祥的回答听起来没有什么漏洞。马连来半月楼似乎只是饮酒作乐，与买答案无关。而杀人的话，时间也对不上。我那天就是在这儿看见陈公子的。确定只有他一个人？就他一个。时间确定12更了？当然了，那天不是要下雨了吗？我赶着把地里晾的麦子都收回来，一直忙活到很晚才回来，正好听见大二哥。既然都2更了，天色很暗，你怎么能确定那个人就是陈子商？那晚啊，我不小心撞了他，还踩了他一身麦子。对不住，对不住。不过陈公子也没有埋怨我什么，对不住了。那我先去忙了。我家大人还在禁足，您是怎么进来的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大理寺已经把案子给结了，禁足令也解了，门口的官兵啊，全都撤了。结案了，把马连给无罪释放了。什么？陶周峰那个老狐狸，真的是和了一手好稀泥啊！马连若成功洗脱罪名，便也不会承认与镜湖先生的联系了。况且，他是太后侄女的未婚夫婿，即便我想用些手腕，也是有心无力。是啊，若是没有证据可以翻案，恐怕就不了了之了。莫文，其实我手里有些线索，只是我何尝是不想帮你？这个案子我实在是不能查，我爹和尚峰都是出题的人，证据但凡经过我手，
难免会受人口实，反倒对你不利啊。但除了我，不是还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吗？我知道你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，但就是因为你俩分头调查，才给了陶周峰可乘之机。再这么拖下去，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镜湖先生呢？该如何取舍？你自己掂量。二位大人，通了，我真的找监护那有钥匙。我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，没钱快滚，别在这儿碍眼。不是，这就是你们半月楼的待客之道。哎呀，这不是蓝大人吗？哎呀，蓝大人，快请，快请。你也进来吧。多谢蓝大人。顺势而为，不必介怀。那我就先走一步了。等等，你不是也来找结香的吗？本官也是。走啊！二位请。见过蓝大人，马公子的事，奴家已经说过很多遍了。大人还有什么疑问吗？应该是。姑娘误会了，本官今天不是来查案的，是来听取的。听取？本官已经把此处包下了，姑娘继续吧。姑娘的手怎么了？啊，那日为马公子弹了一宿的曲，手指有些磨坏了。整整听了一宿的曲，马莲就不觉得枯燥？就没再请些歌妓舞妓前来助兴？没有，除了送吃食的仆役，再无任何人来过。姑娘，你为何替马莲做伪证？现在如实交代，还不算太晚。公子说笑了，奴家一直都在如实交代。按你所说，陈子商那晚是肯定没有来过了。当然，奴家从来都没有见过什么陈子商。那你房中为何会有陈子商身上的东西？这刚发芽的麦子就是陈子商留下的，确切的说，应该是假扮陈子商的马莲留下的。陈子商的邻居说，
案发当天乡下下雨，他想赶在下雨之前把麦子收完，所以一直忙到2更才结束。回家的时候遇到陈子商，不小心车翻了，麦子洒了陈子商一身。但他不知道，他看见的根本不是陈子商，而是马莲假扮的。夜里黑灯瞎火的，马莲的身形又与陈子商相仿，所以邻居没有看出异样，以为陈子商还活着。马公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沐浴更衣。马莲换下陈子商的衣服，重返半月楼时，无意带上了几粒麦子回来，最后落在了盆栽里。这便是他假扮陈子商的证据。你怎么知道这麦子就是那日掉的？万一是好几日前别人掉的呢？这新麦还没到发芽的时候，只有淋了雨才会播种，而京城近日除了科举前夜，再也没有下过雨，说明这麦子就是马莲那晚从半月楼跑出去，假扮陈子商后带回的，而你再替他作伪证。再加上我之前在陈子商家发现，用来杀害陈子商的凶器旁边有一片被外力扯断的金叶，而这片金叶恰恰也是马莲所戴璎珞上的，说明他与陈子商发生过打斗，并接触过凶器。根据这些线索，便可推断出马莲实际在戌时前就杀死了陈子商了。之后，他想到只要假扮陈子商，将死亡时间推迟至亥时以后，同时与你串通好，他自戌时来半月楼后，整夜未曾离开。这样，他就有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得以脱罪。结香姑娘，此案是圣上和太后钦点调查，你做了伪证，犯了欺君之罪，当诛九族。这马莲背景雄厚，或许还可能侥幸脱身，但你呢？你最好想清楚。大人，奴家确实是一时糊涂，才答应帮马莲做伪证的，还请大人放过奴家一条生路啊！那晚，马莲确实是给了奴家一笔钱财，让奴家谎称彻夜与他在一起，还让奴家偷偷帮他溜出去，不被护院发现。但杀人什么的，奴家是真的不知啊，大人。你若愿意封口，本官自有办法保你。愿意，我愿意。今日多谢蓝大人，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今日查案辛劳，不如去我府中吃个便饭吧。这么晚了，你再回去烧也是麻烦。去我府中用膳，不过是添一副碗筷的事儿。这卷饼的配菜虽是随处可见的食材，但入口甚是鲜美。我儿时最爱这一口。张平，今日多亏你找到证据，才能识破马莲的诡计。张平应该是饿坏了。大人，请您先用膳。好。大人有胃疾，挨不了饿，你先吃2口垫垫肚子。今天幸好有蓝大人，要不然结香姑娘也没那么容易开口。
你也会这种吃法？嗯。这吃法你是从何学来？好像很小的时候有人教过我。这是我儿时自创的。也许，正如玄机所说，20年前我娘来京城的时候，也带上了我。这卷饼的吃法，也是那时您教我的。是或不是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大人，我想清楚了。如果查到最后，真是因为我娘害了您一家，我愿意在太后面前自我检举，为老兰大人翻案。张平，无论镜湖先生说出什么答案，我都不会，也不该再迁怒于你。那时你说的要一直查下去，这话可还作数？吃吧。曹大人，吉祥姑娘翻供了，请您重审此案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还出尔反尔呢？曹大人，如何？本官还要对这个证词再推敲推敲。大人别推敲了，吉祥姑娘什么都招了，她就是收了马莲的钱，才替马莲做了伪证。马莲推迟死亡时间的手法我破了，杀害陈子尚的物证我也找到了。张平啊，杰香既然能为了钱财替马莲做伪证，是不是也能为了钱财翻供？没有他的证词，你找到的那些证据是不是也难成定论呢？陶大人，既然陶思清有所怀疑，何不让马莲与杰香当堂对质？本官真是弄不明白，此案明明证据确凿，凶手也留下了遗书，对罪行供认不讳了，你二人为何还要纠缠不休啊？为了这点子虚乌有的事，就来我大理寺吵着闹着要翻案，你们究竟是跟马莲过不去，还是跟我陶州峰过不去，还是跟太后过不去呀？我们只是……张平，既然陶思清如此笃定判决无误，那我二人也无话可说，告辞。蓝大人，走。陈兄，我们来祭拜你了。前几日镜湖先生再访池河，说你头七有冤要伸，今日兄弟们都来了。若你实有冤情，不妨显灵吧。官官相护，竟然找个死人来顶罪。真凶却还在逍遥法外。真兄，我们把你生前的旧物都烧给你，望你在九泉之下仍能奋笔疾书，做个地府状元吧。陈兄，我们虽平日与你交情不深，但也是钦佩你的才华的。若你在天有灵的话，你可千万别放过马莲，
还有大理寺那帮混官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陈兄鬼魂显灵了吧？定是陈兄与冤情要素，借此笔筒来转告我的。是啊，是对。金湖先生有说，我们今日祭拜陈兄，必有异样。我们要替陈兄主持公道。对，要走，我们到宫门上书。对，宫门上书，为陈兄伸冤，为陈兄伸冤，宫门上书。听说世子们今日集会悼念陈子商，这笔筒竟在众目睽睽之下烧了起来。或许是笔筒上有白磷，火盆一热便能自燃。可在场的世子竟无一人发现这小把戏，或者说发现了，也不愿揭穿，反倒大做文章。可见这大理寺的案子判的是有多不得人心。我也想不通，陶大人为何如此敷衍？证据这么明显，却还是无动于衷。大人当时就不该带我走。他为官数十年，早就练得油泼不进，刀劈不穿。那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，无非是因为马莲是太后侄女的未婚夫婿，怕得罪太后，才不想深查陈子商一案。你再与他纠缠下去，也是无用。那大人还有其他办法吗？要对抗太后，唯有一人。臣柳县有事启奏。讲。近日，陈子商被杀案传得沸沸扬扬，世子们深感大理寺有包庇马莲之嫌，纷纷在宫门上书，要求朝廷重审此案。老臣以为，科举取士乃祖宗之法，社稷根本，还需查个水落石出，还世子们一个公道。一群乌合之众，借题发挥，驱散便是了。还请太后三思。眼下世子们已是群情激愤，若不顺应民意重审，只怕朝廷声誉将一落千丈。母后和柳太傅无需再争，此案朕已查明。昨日，世子张平呈上了马莲作案的证据。你就是马莲？是我。你们想干嘛？奉圣上之命，提审嫌犯，带走。哎，我不是被判无罪了吗？想干嘛？你们想干嘛？给我来！审讯过后，马莲对自己杀人舞弊的罪行供认不讳。哼，大理寺才将马莲无罪释放，此刻又轻易推翻前论，如此反复，将朝廷的颜面置于何地？母后，儿臣以为，民心在，则君威在；民心不在，朝廷也不过是个虚名。如今错已铸成，民怨已起，只有拨乱反正，才能挽回朝廷的清誉。若母后仍觉不妥，儿臣还有一想。千秋一历成在即，不如届时举国欢庆，大赦天下，免一年赋税。如此施恩于百姓，才能挽回民心，而百姓也会纷纷感念母后的恩德。皇儿有心了，依你吧。圣上英明，裁决有方。是臣老糊涂，办案不力，请圣上太后恕罪。朕是该治你的罪，不过并非办案不力，而是执法犯法，蓄意包庇，安排假凶顶罪。
圣上，就是给臣1万个担子，也不敢包庇凶犯呐。实在是那马连太过狡诈，故意安排假凶手，迷惑臣的视线。陶四卿，你和了一辈子稀泥，真以为能一直蒙混过关吗？朕已查明，你那假凶乃是无人认领的气势。科举前2日便已溺毙，你以大理寺查案的名义将其带走，冰冻1日，再推入水中，营造心悸溺亡的假象。一桩看守可以作证，你欺上瞒下，置朝廷法度于无物，该当何罪？臣死罪。来人，在将陶周峰押入刑狱司。遵旨。